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40岁的胡歌还单身未婚，关于他身上的争议也该解开了。琅琊榜导演李雪说，从胡歌身上看到很多表演艺术家或者是老演员身上的好传统、好作风，甚至是好的工作习惯。张国立说，胡歌是让我非常兴奋的一个演员。神话里膏药的扮演者张氏评价胡歌，你在他身上从来没有看到偶像的一些坏习惯，让你觉得这个人不但人长得帅，而且他的人品跟修养是值得你学习的，无独有偶。何炅也曾经如是的对他发表过由衷的赞扬，表示和胡歌打交道的时候，常常会感叹他的十全十美，演技好，人品佳，爱岗敬业。这些良好的品质特性让胡歌在圈子内积下了极好的人缘，每一个人对他基本上都是高度评价。不过圈内的好演员离开了那个圈子，放到网络上直接变了味。40岁，至今没有关于自己终身大事好消息传出的胡歌，在一些网友的眼中，不过是一个负了初恋，嘴上喷脏，又没有责任和担当的妈宝男而已。一个人为何会有如此极大反差的评价呢？一，在娱乐圈年轻偶像桃色绯闻频出的新时代里，胡歌简直是一股清流。从年少的流量偶像，到今天已经成功转型为一个被认可的实力演员。他绯闻没多少，公开承认过的感情也只有2个。一个是大他4岁的上戏学姐薛佳凝，一个是小他4岁的上戏学妹江疏影。胡歌和4这个数字似乎有种莫名的缘分，这种缘分不仅仅是指在感情上和对象的年龄差，还有人生。在24岁之前，胡歌的人生如同很多人一般，平凡却顺利。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网球教练，母亲是一名人民教师。家里不算是富裕，可也足以支撑一个孩子的正常成长了。所以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他都可以按时长大，甚至长得比一般人要好。在幼儿园里，他从3万人里脱颖而出，成为那60个幸运儿的其中一个，被选入上海广播电视台小迎星艺术团。小学是大队委员，中学时担当校升旗仪式主持人、校广播台台长、校戏剧社社长等等，还拍摄了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主题歌《爱的奉献》MV。14岁，担任上海教育电视台综艺《阳光少年》的栏目主持，兼职上海东方广播电视台栏目主持和记者，并且参与动画电影《宝莲灯》配音。可以说，在他进入大学之前，他在上海便已经是小有名气了。靠着这些工作，小年纪的他已经不用再向家里伸手要钱，能够完全负担得起自己的学费和生活。大学比起寻常人能有个学校收我就不错了的被动，他是可以把选择权握在自己手里的，因为他有这个实力。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高考中，他以专业第2的绝对优势，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不怕没有书读，怕的是去了以后会怎么样。他的根基在上海，在上海他已经完全可以靠着接这些业余活动养活自己了。离开则意味着放弃现有的一切，从零开始。那么前期就必须要向父母伸手要钱，承担自己在外求学的一切支出。太懂事的人总会先考虑其他因素，最后才想到自己。因为经济的缘故，他最终放弃了去北京，选择留在了上海，以面试第3名的成绩进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求学的4年里，他的经历也是顺风顺水的。在校学习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接拍了30多条广告。大一第2学期时，因为朋友的关系，和唐人搭上了线，
成为该公司的签约艺人。2005年，他从上戏毕业，正式步入社会。此时的唐人正在筹划着一部游戏改编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很多人都去试戏，作为公司的一份子，他也过去了。这一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个初出茅庐，没有太多真正在荧幕上表演经验的新人，拿下了这个大 IP 的男主。播出之后，他就直接红遍了大江南北。从之前的古装戏黑名单变成了古装偶像小生，可惜才红了不过1年，意外事故就发生了，他出了车祸。2006年8月29日，结束了在《射雕英雄传》剧组拍摄工作的胡歌没有回酒店休息，而是和助理张冕一起匆匆忙忙地赶回了上海，因为他第2天在那里有一场宣传活动。张云龙说：“艺人这个职业嘛，不红是死，红了是生不如死。”这个话大概是对当时胡歌的最好写照表达。因为《仙剑奇侠传》的大火，胡歌爆红，工作量也骤然剧增，像这种1天好几场活动是常有的事。这1天也不过是像以往忙碌生活里稀松平常的1天而已。可谁能想到，意外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到来。在回上海的路上，路过嘉兴地界时出了车祸，助理张冕当场死亡，司机小凯也是身受重伤。因为坐在后车座上而幸免于难的他，毁了容，脸被缝了100多针。这一场事故来得太突然了，谁都没有心理准备。出事的他只能被迫暂停一切工作，事业才刚开始就陷入了低谷。不过胡歌是幸运的，他有一个值得交的好朋友，还有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老板。出事以后，睡在他上铺的兄弟好友袁弘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看望。此后长达1年的恢复时间里，对方也一直陪伴鼓励着他。唐人老板蔡艺农没有责怪他因为车祸拖累剧组进度，也没有找人替代他重新拍摄《射雕英雄传》，而是给了他一颗定心丸，表示我们不换人，你几时回来，我们就几时开拍。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唐人许多艺人出走，而胡歌依然留在那里的原因。他要报安。不过随着时间的迁移，在重提当年这一场车祸的种种时，被经常提及的不是好友袁弘，也不是唐人老板蔡艺农，而是胡歌当时的女朋友薛佳凝。他和薛佳凝是校友，不过入校时对方都毕业了，因而2个人一开始并没有太多的联系。他们之间的缘分起源于2004年的一部戏《天下无双》。那时候他的好兄弟袁弘在这个剧组拍戏，而他呢，工作也刚好在那里，所以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过去探班。有校友这一层身份在，话题就很好展开了，不会有太多的陌生疏离感。一来二去的，大家也就混熟了。胡歌对于这个主动与他说话亲近的学姐很有好感，不过这算是阶段性的友谊而已。戏拍完了，人也就散了。真正在一起是在2006年一次的聚会上。那时候的胡歌已经靠着《仙剑奇侠传》走红，事业正处于上升的关键时期。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感情路上的阻碍，2个人在一起了。可惜，也就是这1年，他出车祸了。作为女友，薛佳凝本该是第一时间到场安慰陪伴，不过实际上并没有。她在忙自己的工作。后来是刚好有空，她就在胡歌所在的医院附近，便同鲍蕾一同过去看望。她去的时候，胡歌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并且准备转院治疗了。面部大面积毁伤，胡歌去做植皮手术，又休养在家。这个时候的薛佳凝却是正事业大好的时候，忙得不可开交，拍了《厨缘家》，还有《你一定要幸福》等，参加访谈节目。今晚太可乐了，明星大练兵，
拍摄广告、发行单曲祝福自己，甚至远赴香港参加宣传活动，妥妥的是事业型女强人了。这么多工作，基本没有闲暇时间留给自己和男朋友的薛佳凝也被媒体被戏称为高产女王。不可否认，薛佳凝在这一段时间里确实给了胡歌不少照顾和帮助，尤其是精神上的。面对一张有缺陷的脸，他一直在鼓励安慰人去接受这种残缺，而在有希望可以通过植皮手术恢复样貌时，他又鼓励人去动手术，告诉他娱乐圈能走得远的，还是得要有一张好看的脸。不过，他确实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停工1年，只为照顾男友。这一点，薛佳凝也从来不避讳，在自己的访谈里说过这个事。真是一点戏剧性都没有，太现实了，一点也不浪漫。或许是因为两个人在面对这种危难情况时表现出来的效果太差强人意，不符合大众对美好爱情的期待。后来的故事里，关于这一段胡歌本人不愿意去提及的苦难经历中，女友薛佳凝不再是事业女性，而是化身胡歌的守护天使。在对方出事后，第一时间到现场，并且宁愿付高额的违约金，也要推掉所有的工作，一整年陪伴在胡歌身边，不离不弃。然而，胡歌在复工后不久就和对方分了手，妈宝、不负责成为了他在事业成功外在之下的唯一黑标签。4. 我要是没那么喜欢的话，那我妈说不行，那就不行了。鲁豫访谈里谈及感情的想法，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似乎证实了和薛佳凝分手是另有其因。胡歌谈及妈妈对于自己感情的影响还不止这一次。2010年12月，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出了一条对于母亲掌控力的控诉，表示不是累趴下，就是喝趴下，我不会爱吗？我到底在干嘛？如果明天去领证，你们会祝福我吗？眼泪狂飙的夜晚，我为什么会做艺人？妈妈你开心吗？我尽力了。不得不说，那个年代的艺人社交账号就和朋友圈一样，什么都敢说。观众不明就里，但也能感受到对方的真实情绪。为什么突然暴躁？母亲介入太多自己的感情导致分手，现在引起情绪反抗。那就要说到另一个人了，杨幂。和薛佳凝分手后的胡歌，凭借着《神话》和《仙剑奇侠传3》二次爆红，事业重启的他，也悄悄地传出了绯闻，绯闻对象是《仙剑3》女主杨幂。不过这段感情没有什么实际证据，除了剧里的亲密互动外，留下的只有一起同游的几张照片，以及胡歌的这么一句话，连一张能一锤定音的图都没有。第2年，杨幂的绯闻对象就换成了冯绍峰，后边直接步入婚姻殿堂，和刘恺威结了婚。胡歌还是单身，直到2014年2月24日，网友爆料胡歌和江疏影机场甜蜜未时，差点错过飞机，引得机场广播寻人。两个人的恋情曝光之后的胡歌也坦率地承认，给了江疏影正牌女友的地位。然而，这段感情仅仅持续了8个月就结束了。我爱过，我爱那个回忆，我爱我所认识的他，我已经知足了。双引号。对于分手原因，也是众说纷纭。其中一点则是和上一段感情一样，传出是胡歌母亲不同意，无奈只能作罢。经过5年的成长，胡歌已经不是当年网络上那个有什么说什么的男孩了。他没有站出来控诉网友的臆测，但是也没有承认，只是表示这段感情走到尽头，是他的错，是他没有保护好江疏影。因为事业上的差距，当时的江疏影被骂得狗血喷头，指责其心机，拿胡歌做事业的踏板。但随着时间的流转，舆论风向又是大变。
在感情上还算洁身自好的胡歌变成了没有主见、没有责任和担当的男人。在这一段感情之后，胡歌身边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正牌女友。所谓的王小晨、林晓都不过是捕风捉影的八卦而已，没有一点实证说明，不到2天热度就散了。5. 胡歌的母亲是他感情路上的最大阻碍，是个恶婆婆。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显然更有说服力。个人访谈上，胡歌说：“我要感谢一下我的妈妈，从小她就告诉我，就是要让着别人，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要老是去跟别人争什么。”琅琊榜后，在国剧盛典的颁奖台上，再一次感谢母亲。这么多年，她不仅是我最忠实的观众，她也给了我很多指引。有2句话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第一句话是在我刚入行的时候，她告诉我，演戏不要看钱多不多，要看剧本好不好。第二句话是在2006年，我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她跟我说，以前观众更在意的是你的外表，现在上天在你的脸上开了一扇窗，是希望观众可以更多地看到你的内在。对于感情，胡歌也不止一次为他的母亲解释过。他说，其实之前我也是经历过姐弟恋的人，对于那一段感情，我父母并没有过多的反对，没有走到一起，我觉得是因为我太年轻了吧，那个时候不成熟。我妈现在是这么说的，你不要太考虑我的感受和我的想法，只要他对你好，你喜欢就好，日子是你们2个人过的。他没有说过不许找演员，没有这个。他希望能够找一个志同道合，然后又共同语言的人。都习惯性的去忽略了一些美好但是没有话题爆点的东西。40岁仍然单身，唯一承认过的2段感情都没有结局，矛头直接指向了家长。不过谁的家庭里细摊开来，没有一地鸡毛的事呢？凭着公众平台上几句情绪化的抱怨，就将所有的事情往妖魔化的方向去臆测，似乎颇有失公允。毕竟感情这种事，谁也说不准，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了。